今天搭建棚子。水面上的泡沫是一个都没看到了，但是油脂还是不少啊！你们看那边那个角落，因为吹东南风嘛，所以油脂全部吹到那上面去了。这是一个啥玩意儿在这里？哦，甲鱼哦，这是甲我水。哎，别出去！我朋友本来就是要放生的啊，让他走吧。贝贝过来了。今天搭建棚子，就搭建在那个位置啊。现在也是每天早上来做一阵了，然后白天的话还要进山去管理蜜蜂。主题还是管理蜜蜂了，然后搭棚子每天和挖地一样啊，就带着做。就摆哪里啊？可以。那个要阴凉些哦。阴凉些，这里也搞得开些嘛。不放这里做的原因就是怕木屑全部飞到鱼塘里面去了啊，所以的话就到大伯的田里面来做，而且这个地方也宽敞一点啊。现在是做柱子，大伯的老物件又用上了啊。这种的话是墨斗，就靠这个来画线的。这样子可以成2个柱子嘛？量一下，从中间把它锯开。棚子不需要多大，不需要多高啊。从这个位置锯开，做成2个柱头。这样我来给的。外行人看不出来啊，但是内行人一看，这个就是不平。大伯锯的就是一根直线，像个纸片一样这样平着过来的。把杉木皮必须全部要去掉，要不然它会长虫啊，长虫了使用寿命就不长了。说到虫了啊，以后那些虫啊、蜈蚣啊、蛇啊就不能拍了，或者尽量少拍。因为有的平台它已经升级了，升级了之后它对内容的把控就更加严格了。没升级之前，你像拍这些昆虫啊、蜈蚣、蛇之类的啊，不会有影响。但是现在发一次给你警告一次，给你限流一次，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就把你账号打为低质账号了。所以以后像这些蛇之类的就不拍了，或者尽量的少拍啊，就是镜头不要出现的那么长，频率不要出现的那么高了。要不然真的打为低质账号了。现在的话，它就是支持那些美好的东西，积极向上的，就是说给人看了之后啊，就有美好的那种收获，看了喜悦心情啊，就是这种内容。以后就拍一些美好的东西出来啊。当然有些东西不可能圆满了，比如说钓鱼不可能每一次啊都是非常好，是吧？保护啊。你就像我和大伯去抓那些麦穗鱼，不可能上来全部都是得很多啊，这些也是不可能的啊，就尽量的去拍一些美好的东西出来吧。像这些节的位置啊，也要砍掉啊，这个节还是蛮多的啊，主要就是这个树还是生的啊，没放干，所以从公路边上扛过来就很费力。只要4根柱子都有了4根有的吧？有的哦。这个也是做2根柱头。然后的话，你看这2根柱头高矮的不一样啊，因为要做一个分水岭嘛，所以的话不能一样高。村里的房子绝大部分都是大伯建的，我说的是木房子啊。你别看这么简单拉锯啊，但是要拉成一根直线的话，也是要一点技术的，要不然你就像我这样了，看起来是一个平面啊，实际上它有一点点的斜度。像大伯这样的话，它是一点斜度都没有。你们看，一条直线吧。然后你们再看一下我这个啊，它就有一点点的斜度。
所以那一点点斜度，等一下要不然就重新锯啊，要不然下面的话就要垫东西了，比如说垫石块之类的，要不然它中间啊有一点空心出来的。太阳出来了，那再坐一会儿就要到山里面去了。现在画墨，就是打眼了。一样的啊，虽然说是一个简单的棚子啊，也是做榫卯结构。你看大伯这个还是自己做的，叫竹子的啊。这个是牛角哎。牛角，是牛角。这个蜗牛，水牛是吧？水牛角啊。哦，这是牛角，我以为这个是竹子的。陪伴大伯，他说有40多年，将近50年了啊。这样是吊平行的啊，刚好就是在那根线啊。可惜了，现在这老一辈手艺没人愿意学了。不过这个效率是不高啊，和那些工厂化的比较起来，机器比较起来啊，那些切割打眼那才叫快啊。这种手工的还是被淘汰了，是必然的一种趋势，没办法啊，社会在进步嘛，所以这些必须也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淘汰了。这个就是一个重心锤啊，这样掉下来，然后这样化开。这儿打到我走是吗？啊，这是做木榫啊。然后的话，这里就开一个口子出来。然后的话，另一头的话就开一个凸出来那个位置啊，就是公母榫啊，然后组合进去，啊，一个十字架就出来了。我有位朋友在木料厂上班，厂子还挺大的啊，但是他不懂木工，因为都是机器操作嘛，然后的话程序都是设置好的，然后机器一开的话，你像这些公母榫，同样做公母榫啊，它就做好了，随着机子一批一批出来，那种效率才是杠杠的。刚才两面也弹线了，这个我就不知道是要做什么了啊。底部也弹了一根，这边也弹了一根。哦，是顺着这个线。这个是中线嘛？哦，中线哦。中线弹过来，这边底下弹了一根。这也开过案啊，是没？这个是顺德。顺德。哦，我知道意思了，就是一个像搞这么一个出来啊，然后的话，比如说这边就有一个凹槽嘛。然后这个公榫的话就搭到母榫里面啊，这样组合。这种全程是不用钉子的啊，一颗钉子都不用。而且这种的话也不用图纸啊，因为图纸都在大伯心里面嘛，该怎么做啊？这座池子也有年纪了。这种榫卯结构虽然说费工费时啊，但是比用钉子钉那种啊更耐用。你就像我们村里啊，隔壁村10里8乡了，近代的那些木料建筑房子，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大伯建的。我说是近代啊，不是大伯还没做木匠之前的那当然不是大伯了。其实我岩洞里那个房子啊，我和大伯其实这段时间都在考虑啊，房子可能不能在那里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太不安全了。从去年到今年，去年被蜈蚣咬过一次，今年又被咬过一次。蛇目前没被咬过，但是有好几次差点被咬，而且差点都是咬到脖子、咬到头。没进行体验过这种山野乡居生活的朋友觉得很有趣、有意思，但是你真正来体验的话，那种危险系数很高啊。所以我和大伯重新选了一个位置，大伯帮我设计了一个房子啊，包括亭子，到时候。看冬季，或者说明年早春啊，应该就在冬季就开始了啊，然后重新换一个地方啊，由大伯全程来做，到时候我就是打一下下手了，看一下能不能从里面学到一点什么东西。感觉到大伯画的这些图线啊，我感觉就像图纸一样，一个不在纸上的图纸啊，在木料上面的图纸。这里还有一根线呢。
你看这里还有一根线，这个我是看不出来的啊，但是大伯就能看得出来哪里不对。我看起来都是直直的线啊，这个我应该是看懂了啊。这个最后就留这么个嘛，是吧？啊，这是公笋啊，然后这两边的就不要了。然后这里我应该也猜出来了，你像这个小一点啊，打一个小眼啊，这个宽一点打一个宽眼，然后最后就这样插过去组装进去嘛。这边应该意思也是一样的啊，但是有点区别。啊，对对对，就是这样。越是这样简单的啊，就越不容易学会。这是画的第2根柱头，这一根已经画好了啊。现在每天喂1把葛藤叶。这种草鱼非常喜欢吃，明天来的话，基本上全部都吃光了。哎，这个是啥？鳝鱼，是鳝鱼，不是蛇啊，小鳝鱼。你跑出来干嘛？哪来的鳝鱼？快回去！今天又是喂了3斤多，水面上的泡沫是一个都没看到了，但是上面的油剂还是没有变啊。刚才菜籽饼撒下去之后啊，鱼抢食非常的厉害，说明鱼的食欲还是非常的好啊。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种葛藤叶喂猪、喂牛、喂羊都是非常好的饲料，那说明它不会引起胃肠炎啊。所以的话，我从今天开始还是继续喂葛藤叶。另外的话就是今天啊，开始建造棚子了。棚子建造好了之后啊，就在对面那个位置来建造羊舍。不一定要等牧草种起来啊，因为只养2只羊嘛，最多3只羊，就是1只公羊，2只母羊啊，割一点野草也够它吃了。我这样做的原因的话，就是每天过来要管理鱼塘，要喂鱼，是吧？然后的话就顺便把羊带着养啊，说不定到时候还会养兔子啊，甚至在水面上建一个鸡舍啊，就是让鸡飞漏到下面去啊，就整个搞成一个生态系统，就是这样。那现在回去弄午饭啊，下午还要到山里面去。走了，拜拜。我到这开始啊。走了嘛，哎呀，搞饭，下午到山里去了。那好，等我在这放这样。好好。棚子现在只是带着做啊，和挖地一样的。现在还是以管理蜜蜂为主。小黑，虎妞嘞？你这个小黑。哎，虎妞，快点快点！虎妞，你现在不守下面了是不是？虎妞，你个虎妞，快点！应该是小黑在陪着他啊。小黑刚才从这里上来，在哪里叫虎妞？哇，你来这里洗澡了，快上来！虎妞特别爱洗澡，你看这水都洗得这么浑浊了。来来来来，你个虎妞，脚全部都湿的，背是干的啊，它就是趴在水里面。哇，这全部都湿的肚皮。我等一下给你踩扁了，你就在我的脚旁边。走走走，真的把你踩扁了。走啊！哇，听这声音像是大雨从那边过来嘞。果不然，快下去，走走，快点，下雨了，快点快点。外面已经开启大雨模式了，不过的话还没下过来啊，在山那边。这个岩洞里的房子今年住完，明年就搬走了，不在这里住了。因为今年有好几次啊，就差点咬到我了。就是蛇在岩缝里面啊，差点我上来下来或者到岩洞里打扫卫生啊、整理东西的时候，差点咬到肩膀、脖子、头，所以非常的不安全。我重新选那块地方已经挖平了啊，是在一个山顶上，同样是在山里面啊。到时候的话是大伯全程设计的一个房子、厨房啊、亭子，到时候也是大伯来做啊，我做一下帮手。
那现在都快中午了，弄午饭还要到山里面去。黑妞可能搬家了，昨天晚上闯进了一条五小蛇。哎，没搬家，现在不敢拍了。那条五小蛇差不多有1两斤那么大。快点快点吃，要不然大黄来了，这里这里，快点快点。刚才到洗澡，所以这地面全部都湿了。慢慢吃，慢慢吃。大黄不在，每天晚上、白天啊都住在这里，所以这里被它弄得干干净净。你看，灰全部到这里来了。还是只爱干净的狗啊。有的朋友建议我这里做一个窝啊，现在天气非常的闷热。这个石头上面很凉快的，等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然后在这里做一个温暖的窝。上面同时要做好，防雨应该不用了啊。这个就是防蛀雨的，这里就能防蛀雨啊，也做个防雨的吧。好了，这是我的了，我的了。它就舔我来了，好好好，给你给你，舔得很肉麻。慢一点啊，大黄没来，慢一点。有的朋友问我有没有给小黑喂，小黑都是单独喂的，鸡胸肉、火腿。要不然小黑的话，这段时间也不会不着家了，早都到山里面去了。雨停了，我赶你到哪去的？上班不是再去蕨菜吗？所以想去的嘛，这点是你本来到这里的这点水务馆。哦，你冰到的上面。嗯。这种是水蜈蚣。这两餐。这两餐。啊。可以啊。耶，新鲜的的。现在这高头泡泡天。哦，做2餐。啊，这个也少拍吧，要不然又判我违规了。弄虫子。太阳又出来了。哇，但是天上还都是乌云啊。今天的食材有青红椒、胡葱、姜蒜、干辣椒，还有上次没吃完的腊猪脚，还有刚才摘的一把蕨菜和大伯今天带过来的水蜈蚣。看到的这些都是蜜蜂啊，这个不是苍蝇啊，因为这里摆了一个蜂箱嘛。先炸水蜈蚣不？大伯这样就是尽量把水分啊弄干一点。油炸水蜈蚣，这种在我们这边啊，一般都是油炸。炸好了，这种必须要油炸啊。然后再姜蒜、干辣椒爆香，再把它下去。这是刚才炸水蜈蚣的油啊，姜蒜、干辣椒。水蜈蚣，哇，好香哦！起锅，一盘香喷喷的水蜈蚣。这种蕨菜啊，必须要焯水啊，焯水过后它口感会更好一点。哇，水都成绿色了啊！没好的啊？好的。再煮久了嘛？都这样不好吃的。如果让我的话，我就煮的比较久啊，因为我听说这种蕨菜是致癌的，所以我就想通过这样煮的方式啊，把致癌物质煮出来。你看这个水，现在打一个汤，打汤也要放辣椒啊，少放点，胡葱酸。再加入山泉水，蕨菜还要洗2遍，然后还要把它撕开。
是洗的第2遍，你看这个绿色明显没有了啊。牛扭达回来了，黑妞，你到哪里扭达？哦，不告诉我啊。大伯说这种不用撕啊，这么小小的。OK 啦，一锅浓浓的胡葱酸汤。哇，这么清澈的山泉水都染成这种颜色了，胡葱的颜色啊。现在是做主菜了。辣猪脚，上次已经煮过2遍了啊。第1遍是退盐，第2遍是煮熟。已经熟了啊，再加入山泉水来收汁。哇，一锅浓浓的辣猪脚，下蕨菜。蕨菜这种大伯很喜欢吃啊。我的话就是怕它致癌，以前我也很喜欢吃的。然后这边还有一碗胡葱酸汤，一盘水蜈蚣。啊，这些蜜蜂很讨厌，老是在这里。这种水蜈蚣也是我们以前百虫宴其中的一种。说的难听点啊，就是以前吃不饱饭，所以的话只能吃这种各种各样的虫子，各种各样的野菜。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啊，那些野菜啊，这些像这些水蜈蚣啊，也没人去弄了啊。不过这种下酒是非常的不错，吃的口里是酥香，香的话是它最主要的特色啊。这种油炸了你们可以试一下，下酒是非常的不错。今天是9月4号啊，昨天是9月3号，大伯打的最后一针疫苗。本来今天可以喝酒啊，但是大伯到现在喝不喝都可以了，所以他选择了不喝。不喝也好啊，上年纪了嘛，能不喝就不喝吧。哇，这种虫子，我觉得在小溪里面的啊，这种算是相当不错了。这种水蜈蚣很香，这种蕨菜以前是我的最爱。但是，现在听那些话听多了，搞得我不敢吃了。大伯还是经常吃啊，经常晚上他回去有时候像之前能喝酒的时候啊，他经常路边摘一点蕨菜回去下酒。我们这边除了冬季没有蕨菜，春夏秋都有蕨菜，到10月份，好像11月初了似的还有蕨菜，因为我们这边有个小气候嘛。吃其实挺好吃的，就是听说致癌。这是腊猪脚啊，煮过2次啊，这是腊肉原本的颜色。这种老腊肉啊，吃了口里是满口香。今年的话，它是牛皮腊肉做老腊肉，老腊肉熏制时间要的久啊，一般都要熏制3个月以上。这种胡葱酸汤泡饭啊，我是非常喜欢，百吃不厌。真不想喝酒了？健康接不接无所谓的，无所谓了。那这样就好，喝不喝都无所谓了。现在的话，我要好好总结一下我以后视频的发展方向。因为每一个平台的话，它制定的规则都不一样。特别你就像那些主流平台啊，现在已经全面升级了嘛，所以很多那些内容啊，他们审核的更严格了。你像有的平台啊，它就允许发这些蛇啊、蜈蚣啊这些猎奇新鲜的东西出来啊，因为某些平台的话，它的受众群体比较年轻化一点，年轻人嘛都喜欢看那些新鲜的、猎奇的、刺激的，是吧？它不但允许，还支持但是有的平台呢，它就不允许。不但不允许，还会给你限流，你一直这样发的话，他还会把你打成低质账号，这个让我很头疼啊。你像我这样的乡野生活，如果不允许那些画面的出现，比如说蛇是吧，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不允许这样的画面出现的话，
那好像就显得和我这种乡野生活啊，好像不相符了。那看啊，就尽量找一个适中一点的办法，就是把视频的我这种乡野山居生活啊，更真实的展现出来，又不违规的情况下，还能得到某些年轻平台受众年轻群体的那些朋友的认可。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视频该怎么发了啊！也有的朋友在说，为什么人家就可以发，你不可以发？这就是一个账号的权重问题。比如说你做自媒体啊，你没什么粉丝，没什么影响力啊，可能平台不会注意到你啊。如果你有一定影响力了，你的账号权重又低，有一定影响力，你粉丝多不一定代表你的权重账号就高啊。那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帧画面啊，都会有监测，那你这样就不行。那有的人为什么可以呢？他的粉丝量又多，那说明他的账号权重比较高啊，所以的话，他的条件会允许放宽一点。你就像有的大主播，他明明在主播的时候就说了很多违禁字，是吧？什么罪啊，是吧？什么第一啊，但是他没事，为什么没事啊？他的账号权重高嘛，就是这个意思。那看啊，那从今天开始，其实今天的话，又看到一条蛇，但是我不敢拍出来，还是一条无骨蛇啊，那条无骨蛇可能都有3-4斤啊。那以后的话就想好办法啊，要不然就不出现了，要不然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出现明天又是我们这边的赶集日了啊，明天要早一点去赶集啊，每次去的话时间都不够早啊，好狗都被别人挑走了。明天还是要去给虎妞选一只伴，看能不能有机会选得到啊。大伯的铁蛋的话，大伯他是不要狗了，我想给铁蛋选一只，因为大伯之前养狗，他咬过别人，他家在路旁边嘛，所以他现在有阴影了，所以他只养一只狗，而且他之前养的那只咬人的那只狗的话，还是比较温顺的那只狗，我不知道怎么会咬人了。那明天看啊。尽量给铁蛋选一只伴回来，要不然铁蛋的话和那几只大狗也玩不到一起去，整天就躺在我那个大门口。好，那就分享到这里，明天见。